云熙，罗老师太帅了，真的太帅了。我们先请罗老师跟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真的太帅了，我想跟大家说，谁懂这一刻就是面对面见到罗老师的这种含金量，真的太激动了。我们今天还给罗老师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这个就是我们芒果 TV 会员合伙人的一个定制工牌一张。定制工牌，是的，上面又有罗老师的照片。这个就是专属于咱们。这是要入职上岗了是吧？哎，上班了。对，上班了。对，您可以佩戴一下。哇，这是第一次戴工牌吗？对。什么感觉？就是感觉要打卡上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是要朝9晚5来到芒果 TV 上班。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要赶紧为各位粉丝谋福利的感觉。这个话真的是说到大家心里去了，宝宝们，罗老师已经说了要今天为大家谋福利，所以大家就坐等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福利。那凯斯今天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不只有福利，还有干货，我们会给大家一手解锁3大独家福利。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揭秘水龙吟的高能幕后。第二个呢，就会由罗老师亲自回应咱们剧粉的追剧疑问，还有心愿。第三个也是罗老师刚刚提过的，会给大家赢取专属的好礼。所以说，其实每一秒都不能浪费。那具体的好礼，我们请小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那我刚看到说，刚一上来真的是有被大家这种热情给震惊到。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弹幕刷的跟下雨似的，我这边屏幕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那我觉得今天呢，其实是个圆梦场咱们呢，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喜欢同一个人，喜欢追同一部剧而聚集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有非常多的惊喜好礼送给大家，没错，大家呢都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选择自己喜欢的购买。对，那今天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想给到我们骨灰级剧迷的一个小礼物，就是这个芒果 TV 会员的 SYP 年卡，加赠我们的这样一个心有灵犀的周边礼盒。哇，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这些粉丝们拥有了他今年追水龙吟和谭宗，怎么说呢？可就太省心了。大家呢不用再到处的去找这些资源，也不用说，我要不要纠结单集，要不要付费？那我们不仅呢会把这样一个 SYP 年卡送给大家，而且还会额外的加赠一个专属的周边。那周边呢，其实是有分 A、B 2款的那每款呢其实也会有5个不同的主题，也就是5个不同面的罗老师。我们看到有国风的，有多巴胺的，还有这种骑士风的。我之前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想要骑士风的，是不是？我发现这些小礼物都特别的精美，太精美了。我刚刚看见我就特别的爱不释手，特别想要立马拥有它。你看罗老师自己都想要拥有，真的好好看。咱们因为确实很精美，要配得上这么帅气的面庞。对，大家是更加喜欢哪个主题啊？可以把它打在弹幕上，看看今天能不能心愿达成。罗老师最喜欢哪个？我最喜欢骑士风，这个跟我们罗氏粉宝宝们喜欢的是一样的。这个小卡真的也很漂亮，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而且我们今天其实是大家是购买我们的这个 SVIP 的会员，我们是送给大家赠的。对。那凯斯刚刚说了嘛，今天咱是一个缘分场，咱的福利呢也得坚决执行，落实到位的，对吧？所以说呢，今天在咱直播间里去购买这个 SVIP 年卡，加赠一个心有灵犀的礼盒，我们呢还有3大福利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每个直播间的宝宝们都可以立减11块，官方给我们的补贴。那第二个呢，就是随礼盒，我们还会额外加赠一个透卡，可以看一下，这个对这个透卡，你看这个也是特别的精美。其实我想问一下罗老师，知道就是这个透卡他们一般是怎么玩的吗？不知道就是一般是这样，就是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人物在这儿，比如说我今天去外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色，有夕阳夕阳在这里，这样就有罗老师和夕阳。这样的一个透卡，分享打卡，对，就是这样就是罗老师 double，
对吧？我看粉丝宝宝们已经开始在截屏了，赶紧疯狂截屏，是吧？那光这2重福利呢，其实还不够。知道粉丝宝宝最想要的是什么吗？最想要什么？当然是想要罗老师的亲笔签名了。哦，是的。所以呢，今天凡是在我们直播间去下单这个 SVIP 年卡会员套餐的小宝们呢，还能参与接下来我们抽亲签的活动。所以今天可以说是限时的优惠。限时的赠送，限时的好运啊！那想要的家人们，大家都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直接下单啊！那未来呢，就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更加沉浸式的追剧，也可以把喜欢的周边一起带回家。是的，果然是咱们合伙人专场，福利真的直接就拉顶拉到满了。哎，我知道咱们这个芒果 TV 会员 SVIP 年卡套餐还有一个零息值解锁的玩法，对不对？对的，没错。所有呢购买 SVIP 年卡套餐的宝宝们呢，其实都能获得10个点的零息值。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在购买之后呢，去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频道上来投送一下你的零息值哦。大家可以点击芒果会员频道去搜索罗云熙。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去投送零息频道的一个入口啊。大家记得，所有在直播间下单之后的宝宝们呢，都要去这个会员频道去投送一下。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自己喜欢的周边可以更好的带回家。我肉眼看我们的这些精美的这个周边真的都非常好看。是的，是的，大家真的一定。刚刚主持人还说这一款其实它还有很多那种偏光。对。大家可以看到嘛，就是这种特别漂亮的这种偏光，我相信如果把它别在这里，肯定也是，或者别在一个包包上，它就会特别的好看。是的，就是赶紧参与吧，因为我自己也是 SVIP 的年费会员哦，真的。对，所以我也可以解锁这个10点的零息值。必须可以解锁，是吧？投送一下哦。好嘞，这个就是我们闪闪发光的罗老师了。而且凯琪，你知道吗？我都能够想象到，有一天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的包上挂着一个这样的吧唧，然后突然呢，我就在地铁里又碰到了一个我的同好，他也挂一个这样的吧唧，然后哇。原来是闺蜜见面了呀，那就是真的心有灵犀了，对吧？所以想跟直播间的宝宝们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不仅希望大家能跟罗老师玩得开心，我们还会送得开心。我们整场一共是有4轮的福利给到大家。我们在每一个环节结束之后呢，会由罗老师亲自来发起一个福袋口令，福袋中奖的宝宝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儿，拿到罗老师的亲笔签名照。而且凯慈，我听说是现场亲笔签名。对吗？是我们笔也给罗老师准备好了，在这里，所以就是沉浸感的、专属感、独有感都有了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3轮的超级福利后，还会开启一个独家圆梦的时刻。罗老师每完成一个圆梦挑战，就可以解锁一份心有灵犀典藏礼盒给到咱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所以记住重点，以上的福利只在我们芒果 TV 会员直播间有，所以大家一定就焊在我们直播间。是的哦。所以还想再多嘴问罗老师一句，今天有没有信心为我们大家赢取福利？那必须有呀，一定会非常努力的为大家争取这个温暖的福利。是的，作为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合伙人，工牌都已经带上了，一定争取福利。是的，其实罗老师跟我们芒果 TV 有着很深的缘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份关于芒果的问卷，想要考一考你。好，尽管来吧。好，放马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也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罗老师一起来答题，一起来参与挑战。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第1题就来喽。好。好的，第1题，请说出芒果 TV 3个综艺名，那太简单了呀。最近正在播的《声名远扬》啊。最近正在播的《声名远扬》，对吧？然后特别出名的歌手，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像什么《花儿与少年》啊，然后大侦探呀、大逃脱呀，太多了。包括我前段时间才录制的《嗨6》，太多了。11月11号播出的《嗨6》，是的。真的，我觉得不愧是我们的会员合伙人，对我们芒果给对了，对芒果的节目如数家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题。请说出一档芒果 TV 会员定制节目。
会员定制的节目，那不得不说就是前段时间刚开播的咱们水龙吟的团综《在江湖团建的日子》，还有像什么快乐老友记是不是有？然后有明星大侦探，对吧？还有我想一想啊，搞笑艺术家人，搞笑一家人，对吧？然后看弹幕都在扣西西，好厉害。还有什么？能不能弹幕扣一点出来提示？弹幕还有没有？对不对？大家都在扣在江湖团建的日子，在江湖团建的日子，大家一定要追，后面还有好几期，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但是说出3个，说出1档，对，那说出这么多，应该已经过关了，已经完成了，可以加分了。对，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请说出自己在芒果的第1部作品及角色名字。那我知道是2016年的终极游侠，叫做男主角叫做姬恒，鸡单一个恒，对吧？这个就是从这里开启了跟芒果 TV 的缘分了。是的，2016年都快10年了，想想看，确实是还是缘分匪浅吧。有缘的人和有缘的平台相遇了。我们来看下一题，请说出最近一次上《你好星期六》初亮相时穿的衣服的颜色。就是一件浅蓝色的西装外套吧，算是青色的西装外套，然后里边搭的是白色的衬衫。是的，我看到弹幕大家也都答出来了。是的，大家非常的关注，谢谢大家。那一期也是咱们水龙吟上好6的一个剧宣。是的，大家就看，当时何老师还说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说冲着你们这4位主演，我也要去看。说你们精神状态太美丽了。对，就是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去看芒果的综艺。是的，我也想替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宝宝们跟罗老师说一句，多多上我们芒果的综艺吧。好的，大家都很爱你。好，我们再看下一题。罗云熙微博第1次芒果 TV 是在哪一年？第1次芒果 TV 应该是就是终极游侠播出的那一年吧，2016年，对吧？是的。对吗？答案是的，我们看到了。那就对了，2016年。超人的记忆力。是终极游侠，没错。粉丝宝宝们也都记得。这个真的就是罗老师和螺蛳粉宝宝的这个双向奔赴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如果让您参加一档芒果的综艺，您会考虑什么类型的综艺？什么类型的呀？像嗨6啊，就可以没事多去参加呗。还有像在江湖团建的日子，如果还能有这种续集的话，我也特别希望去参加。然后我自己是特别喜欢那种类似推理类的那种综艺，迷踪。对，所以像什么大侦探啊这种，我都还蛮想去参与的。对，所以反正就是和芒果的缘分，希望能够越来越深厚吧。对，继续多参加一些。是的。小兔，你知道吗？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重点，说没事多参与，多参与。我们欢迎芒果大门常向罗老师打开。对，刚刚其实罗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江湖团建的日子，就对这种旅综有没有特别的兴趣？要不要跟小伙伴一起上一下花少？像就是我觉得在江湖团建的日子还行，但是花少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就也可以去尝试吧，也可以尝试。对，但是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比较轻松自在，然后没有那么多就是规定的脚本的那种团综，就是稍微自由一点。然后呢，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大侦探这种叫什么类型的来着？就是迷踪。对，迷踪的话，它是因为有这种推理的这种过程嘛，然后我自己是个推理迷，所以呢也会勾起我的兴趣。然后包括像江湖团建的日子，它就属于是很轻松，然后也没有特定的这种脚本，然后就会跟着大家然后比较熟悉的艺人在一起，然后就会特别的生活，然后觉得就特别好。我 get 到罗老师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一个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综艺效果的人，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好，我们觉得不是的。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觉得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扣在弹幕上，罗老师都可以看得见。好多说去蜜桃。哦，去蜜桃是吗？对，蜜桃其实可以，密室大逃脱也可以。你看，有人说没有。哦，有人说你很有综艺效果，很有综艺感，很有活人感。那可能蜜桃特别多，可能是因为我上综艺的时候比较没有包袱，然后就什么都敢玩吧，是吧？活人感非常强。你看，大家都非常爱你上综艺，反差感强，而且玩游戏很认真。是我喜欢玩游戏，确实是。对，其实好六那个我也看到了，好六就是其实只有一点点的那个显现，就显现出就是很适合参加迷踪。对，大家也说很智慧。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请猜一猜，目前芒果 TV 会员提名的最期待您解锁的角色类型是？就说我演的角色类型嘛，他们想要看你就是演什么类型的剧，然后什么类型的角色，猜一猜芒果 TV 的会员宝宝们想要看到什么样？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怎么样？就是类似这种骑士风的这种，酷一点的这种角色怎么样？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是得到答案了，全场只有我知道答案，我觉得罗老师竟然猜到了耶！真的吗？真的吗？是这种吗？他们希望看到您就是出演一个类似于这种民国探案的剧集。哦，民国探案的这种，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演过这种民国时期的剧集。那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想尝试的。对，然后大家还提到了说，希望您的这个角色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角色。我感觉刚好就跟这个种很像，照片很像。定妆照已经来了，家人们。这个其实还比较偏那种，有点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奇幻，然后，还好像不太像民国，但是民国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还偏骑士风一点，对吧？我觉得好像类似这样子的剧集还真的不多见，对吧？其实这样子的剧集，我觉得有没有大佬去投资一下，拍一部这样子的剧集？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是吧？有没有大佬为我们量身定制一个？真的很想看，爱看。哎，对。我们刚刚的这个芒果问卷挑战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恭喜罗老师满分通关。恭喜！真的。再多加几分可以吗？我想再多给您带几个工牌，真的是太称职了。今天应该还会有很多的环节，大家就玩得开心就好。是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芒果 TV 会员有4大稀有权益，我们节目内容共创、线下看节目、长线互动、产品陪伴，还有专属定制周边等等，好剧好综不断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起来。那接下来就是我说到的，我们今天有4波福利，是的，第1波福利就要来了，我们就要揪出今天的幸运儿了。那小兔，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幸运礼是什么，就是罗老师马上要在现场抽出一个亲笔签名送给大家。那我也感觉你刚刚说那个的时候，其实你激动的心已经燃起来了。我想拿手机，我也想抽。我以为你想要个签名。那其实我知道呢，就是咱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看这个弹幕刷的这么的勤快，那其实在大家在这里等这么久，不仅仅是希望能够见到罗老师，其实更是想亲口告诉你，你拍的《水溶银》我们真的都超级爱看。谢谢。真的，在追剧的小伙伴们，要不咱把唐丽词打在弹幕上，看看有多少人现在在追剧，好不好？对，其实一开始我就看到很多宝宝打了罗云熙、唐丽词都在弹幕上。他已经开始了，因为我自己也在追，我是尊贵的 SVIP。因为很多宝宝说今天晚上这个直播时间就是正好看完今天的更新，然后来跟直播。对，所以应该很多宝宝是刚看完来的。今天晚上更的这一集我还没看，好，回去结束看。那我们现在呢，还是我们先把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的这个双向奔赴的见面礼来给到大家，还是我们这个芒果 SVIP 的会员年卡加赠一个我们心有灵犀的这样的一个礼盒。那拥有了这个呢，其实在芒果 TV 上，咱不仅那种好看的电视剧啊和综艺啊都能一卡畅享，我相信罗老师买这个卡应该也是为了把所有的综艺和电视剧都看一遍，对不？是的，没错。那其实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咱们还有超多的福利权益给到大家。比方说，到节目现场跟咱喜欢的嘉宾面对面，
哎，其实说到面对面，我要告诉罗老师一个小秘密哦，就在不远的隔壁，我们现场还有很多芒果 TV 的会员朋友在直播间的另一边同步观看直播，一直陪着咱们。但是这个屏幕隔不开这个心意，罗老师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就谢谢大家的满满的心意。今天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大饱眼福，因为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好玩的环节，然后大家一起玩起来。对，一会儿我们线下也会见面。我刚刚看到这个弹幕上已经开始刷唐丽慈抽我，罗云熙抽我，一定抽到你们。那罗老师其实也想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早预告了，说今天晚上您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抽这个亲笔签名。我们这几天后台的客服已经都被问爆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那么呢，我们也话不多说了，赶紧给出今天的这一份幸运。那罗老师呢，也跟您讲一下，今天咱送出这个幸运的方式是什么？就一会儿呢，您可以发起一个口令，叫上福袋。然后呢，运营呢，我们现场运营就会根据您的这个指示来上一个福袋。1分钟后呢，咱这个福袋开奖。中奖的这个小伙伴就有机会拿到您的这个亲笔签名哦。那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具体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规则。首先，大家肯定是不想错过今天这个精彩内容的那大家一定要先点击关注。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份的福利套餐，大家一定要点击去下单我们的 SVIP 的年卡套餐。那第三个呢，就是刚刚说的，一会儿罗老师上的福袋中奖的小伙伴，同时符合这个2个条件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亲笔签名伴随着您的礼盒一起寄到你的家里。对，但是我们一个 ID 仅限中奖1次，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中奖。对，小伙伴们一定要关注起来。哎，那罗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现在要不要发起您的这个口令了？我看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就说上福袋就行，对对对。好，来吧，这个会来3、2、1，上福袋，是这个意思。好，是的，是的。现在已经同步开启了，对不对？对，我们同时。好，那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点小福袋喽。然后我们1分钟后等一下开奖。哎，那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罗老师给我们亲笔签一下？好呀。这个是我们在网上征集的用户最喜欢的一个主题。对，其实刚刚罗老师也提了，他自己本人也很爱这个，是这个，真的是双向奔赴了。对。好。这属于就是现代骑士风，然后有点暗黑风的感觉，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大家的福袋都已经抢起来了，凯慈，我也好想点开去抢一下。真的是现场亲签，真的是现场亲签，热气腾腾的，对，热乎的。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芒果 TV 会员参与起来哦。罗云熙，福袋在这里是吗？其实我刚刚看到有一条弹幕还挺感动的，他说我是为了看罗云熙的水龙吟才下载了芒果 TV。哇，真的是好感动。对，我感觉这个真的就是非常合格的一个我们会员合伙人带动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在追水龙吟嘛，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就是粉丝在说，或者是剧粉、路人粉就会说，打开水龙吟了之后，就真的是抑制不住的去打开了，就开通了 SVIP。因为想。对，因为就想超前看那么一集，然后确实也是非常感动吧。大家如此的喜欢水龙吟，支持水龙吟，也支持我们的芒果 TV 的SVIP 会员，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刚看到福袋已经开奖了，那跟直播间已经中奖的这个幸运的小宝讲一下，您可以在24小时内联系我们的客服，提供您的中奖信息，到时候这个亲笔签名照会伴随您购买的这个礼盒一起送给您哦。记得24小时之内赶紧联系一下，恭喜这位小宝。是的，所以刚刚就是咱们的第一波惊喜福利了，大家别着急啊，我们今天还有3波福利，刚刚没中奖的宝宝一定还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蹲守一下，持续锁定咱们直播间。接下来就可以跟罗老师好好聊一聊正在热播的水龙吟了。哦，好。其实唐丽慈的名号已经在江湖上现在传遍了，各种热搜、各种爆梗、名场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今天是带着剧粉宝宝的一些好奇的问题，想要问一问罗老师本人。我们第一个问题问一下罗老师，好不好？好的。就是唐丽慈被大家称作糖狐狸嘛，可不可以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这个角色？
3个词语，自信，重情义，然后有勇有谋，太多了。我觉得3个词语可能不能完整的概括唐丽慈吧，但是我觉得唐丽慈她是一个非常立体的角色，所以她就是属于是你仅仅用3个词可能还无法的概括它，很难概括。对，但是曾经我用3个词去形容过唐丽慈的一生，就是她的一个阶段吧，她是从自我到超我，再到无我，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阶段。我觉得现在的剧情大概，快要进入到超我的这个第2阶段了，然后到最后，大家一定要看到大结局，然后才能发现唐丽慈的无我的这个阶段。对，而且我觉得《水龙吟》一定是属于那种，你一定要看完40集之后，然后你会倒过来重新复盘整个《水龙吟》，才会发现它每一集都是细节，都是伏笔。然后，因为我自己配过音嘛，所以我其实是看完过40集的。然后呢，我就看完40集的最后一幕之后，我就非常有冲动，想要去重新的点开第1集，然后特别怀念当初那个刚入世或者刚准备入世的唐丽慈，哇，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难以言说吧。大家一定要看完40集，然后自己去感受。其实我也最喜欢釉瓷，就大家讲的最多的。是的，然后其实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就是周地楼的部分，我们所有的剧组人员都非常喜欢。对，因为拍摄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也是剧中最温馨的时刻，对吧？然后所以说，其实跟方舟大师兄的情谊是。然后我自己就是在演釉瓷的时候，他也就是非常的浑然天成的是什么？因为你要演一个小的时候嘛，然后必不可少的就是你要有那种少年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正好我拍釉瓷的前一天，我是和那个剧中的小石那个演员对过戏，然后我发现小石这个演员他的就是整个的状态就是非常的纯洁，非常的干净，然后也非常的清澈。然后呢，我就从小石这个演员他的身上寻找到了那种纯洁无瑕的感觉，然后正是因为和他对了戏之后，也能够帮助我去找到这个釉瓷的这种感觉状态。对，所以就蛮有缘的吧，也是蛮神奇的。我记得罗老师自己讲过，在演釉瓷的时候，就是要唤起那个自己的初心，然后没有杂念。对，没有杂念。说演员就是要这样。是的，就是要抛开很多包袱，很多，就是你肯定是做过功课，对吧？就是你所听到的我之前说的杂念，一定要抛开这些杂念，然后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投入到这个角色的这个阶段当中，你就不会去想我是不是会出错。你但凡会想到你是不是会出错，那么你就一定会不纯粹，所以你就完完全全的抛开所有的杂念，然后去享受这个角色的当下，我觉得它就是最正确的。对，心里没有杂念，眼神才清澈。是，我们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剧中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群像，让大家看得很过瘾，也很感动嘛。那跟其他演员合作下来，你觉得他们像什么动物素？动物素，就动物素，现在很流行把人比作他特别像小兔子，他特别像小猫这种。好，问吧。那比如说池云，池云，罗老师觉得像什么？池云一定就是小狗狗吧。对，然后就是可爱、聪明、灵动，然后非常的活泼，然后也非常的具有少年气。对，然后就是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倔强，然后呢，但是又会给身边的人带去快乐和带去一份活力满满的正能量。确实是，总结的好到位。那比如说沈郎魂呢？沈郎魂的话，就特别像是那种潜伏在暗中的特别可靠的。用动物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可以用狼来形容。对，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忠诚，非常的可靠。然后呢，
我觉得你会非常的相信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然后就觉得有这样子一个兄弟在，那么可以帮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呢，他又是如此的忠诚，就会无条件的信任他，很安心，是的，有安全感。那刘演，刘演的话，我感觉他其实要用动物来形容的话，蛮像刺猬的。哎，对，就感觉他好像，一直在处于一种，虽然他是带给这个江湖很多危险、很多灾难，但是呢，他自己又是属于一个需要有一层保护。尖锐的东西保护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就是他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也很怕他自己所要复仇的东西只是虚妄，所以他会给自己一层保护壳，就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保护住。对，但其实我觉得他自己的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用刺猬来形容他，我觉得应该还比较准确吧。我觉得形容的太贴切了，就身上长满了刺，也扎别人，也扎了自己。是的，弹幕都说好形象的刺猬，柳刺猬，柳刺猬，刘演，你看看刘演，明天就有人说以为是蛇，蛇的话，我觉得比较像西方桃吧。哦，对，西方桃就是一条伪装的很好的蛇嘛。唐丽慈的台词里面也提到过，对，因为西方桃它就是擅长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有勇有谋，武力值又高，然后呢又会给予敌人这个致命的一击，所以还蛮像一条伪装的很好的蛇。太会总结了。我们还很好奇，如果阿谁它更像什么样的动物素？阿谁就像小白兔吧。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一集，应该是第7、8集的时候，然后在唐丽慈的茶宠上面，好像就摆放了4个茶宠，也是属于这个，正派小团体的这4个象征着4位主角的这个茶宠。像唐丽慈就是小狐狸，然后池云就是小狗狗，然后沈郎魂就是小狼，然后阿谁的话就是小白兔。对，是主创给的一个小彩蛋，像是。对，因为其实阿谁他就属于是骨子里带着那种纯真与善良，然后一种非常温柔的感觉，而且阿谁也是属于是毫无攻击性，然后但是他自己又非常的聪明，他完完全全的可以理解到唐丽慈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和计策，就像是唐丽慈的解语花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小白兔去形容阿谁还是蛮贴切的。我感觉真的要夸一下罗老师，就是他能这么快速、这么精准的输出每一个人物的动物素，因为他对咱们的剧本、对这个人物理解太到位了。就是对水龙吟的整个剧以及里边的所有角色都非常的富有感情。我看很多螺蛳粉也在弹幕上磕，我们都是小白兔。是的，因为我们螺蛳粉都是。是的，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咱们水龙吟有角色朋友圈，您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朋友圈的风格会是什么样的？朋友圈的风格呀？就比如说唐丽慈的朋友圈会是什么样？唐丽慈的朋友圈，想想啊。他可能会仅3天可见吧。对，就比较神秘嘛，然后也比较就是说，可能因为他自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在江湖上已经非常的有地位了，所以他可能不屑于通过朋友圈去分享他的日常。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举一动都会被所有人所关注，对，所以就可能会比较潇洒一些，比较随性一些，然后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无时无刻的发朋友圈。我感觉马上可能关于唐丽慈的这个朋友圈的表情包就会有人出现了，做的这种。那对，沈郎魂会是什么样呢？沈郎魂啊，沈郎魂，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的工作报备吧。
发给领导看的那种人。对，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任务已完成，然后附一张已完成的照片，然后去报备一下。然后或者说，他会发一些，比如说今日搜集到7宝重璧簪上的1颗宝石，然后离什么自己的目标又进一步。然后或者说，得到有效消息，留言此刻在干嘛？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然后这个可能就仅自己可见。哇，对，备忘录，这个太细节了。对，大概是这种吧。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刚才我所说的对于唐丽慈分配给他的一些任务的报备。对，比如说，婉玉公主的信已送达，然后唐国丈的信已送达，大概是这种。懂了，对，加个定位。沈郎魂的朋友圈，要么仅自己可见，要么仅唐丽慈可见。是，可以。那池云，哇，池云的话，我觉得就和唐丽慈完全不一样了。池云肯定就是那种无时无刻都在分享自己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比如说，今天到哪家面馆吃了什么面特别好吃，然后给唐丽慈打包了一份，对吧？然后或者说今天唐丽慈凶了我，但他我觉得他自己也很难受，我觉得他是在保护我，就大概是这种。然后说什么今天与小石过招，发现这小朋友怎么力大无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分享，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开朗，然后也无所顾忌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的朋友圈也应该会蛮好玩的。罗老师说的太有画面感了，就是那种一天发800条朋友圈的人。对，是的，那刘演的朋友圈会是什么样？刘演会发朋友圈吗？刘演啊，刘演有朋友吗？有，我觉得如果刘演要，这是期许。其实你看方逸伦最近的那个什么，就特别爱互动，你看没？所以你说他不发朋友圈，其实也不太，也没有那么的准确。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发，但是他可能就会比较纠结。说唐丽慈今天跟我说方舟的心经在他的腹中，不对，他一定在骗我，不对，他说的话又有点像真的，我到底是该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他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7年的感情究竟算什么？唐丽慈，你究竟在哪儿？一个人演了个舞台剧。是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风格，对吧？好多弹幕说刘演，我在盯着你，说话注意一点。好的。最后阿谁的朋友圈会是谁？阿谁呀？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谁做饭做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阿谁应该算是一个美食博主，就会无时无刻的去分享一下他时时刻刻做的各种，或者说他发明的各种新奇的菜肴。比如说他不是昨天才做了年糕嘛，然后他昨天还是前天，然后他可能会分享今天做的桂花年糕特别的好吃，然后有谁想吃阿谁给你快递哦，就大概是这种。美食博主来的是吧？我们也跟直播间的宝宝们说一下，我们购买了 SVIP 年卡的，可以去我们芒果 TV 参与活动，投零息值。对，大家记得点击一下，在芒果 TV 会员频道里可以搜罗云熙，会出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合伙人礼盒的一个页面啊。大家点击进去，点击助力投送我们的零息值就好了啊。如果大家发现说零息值投送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会有我们的客服给大家处理好。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罗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到结局的最后，唐丽慈进入了一个无我的状态，对吧？可不可以用一个表情来跟直播间的宝宝们预告一下唐丽慈最后的结局走向？就表情就好，让我们自己去意会，自己去猜。表情啊，大家准备好，可以录一下屏，回去反复观看，猜一猜唐丽慈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就这样吧。好的，我们直播间的宝宝自己感受一下啊。好的。那如果让罗老师为唐丽慈选一首 BGM，你会选哪一首 ？BGM 的话，那一定是唐丽慈的人物曲《忆往》。对，因为《忆往》就是为唐丽慈量身定制的，包括她的词也是我自己
为唐丽词所写的嘛。然后其实大家如果真的追完40集大结局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一往的歌词真的就是唐丽词在神州的一生的经历。对，就是从他初到神州，在周地楼遇到了他的师兄，到他入世，然后再到和刘演之间的爱恨情仇，再到与这个江湖的分分合合、打打杀杀，以及到最后大结局他的一种释然释怀。我觉得，特别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最后会有那一段尾声的歌词，就是玉笛声遥遥，然后那一段词，其实那段词算是一个小彩蛋，就是我感觉那段词是描绘了一幅唯美恬静的画卷，然后这幅画卷当中琴声遥遥，笛声寥寥，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感悟一下。我们再好好的去听一下。这首就是罗老师自己作词又自己演唱的歌曲。而且其实我可以在这里再分享一下，就是包括《一往》这首歌的作曲以及编曲，其实都是我与翟老师和王老师2名非常优秀的老师，然后一起无时无刻都在沟通，去这样子完成的。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其实可以发现《一往》这首歌到了最后的这个尾段，它其实是从4/4拍变成了一个8/6拍的节奏，然后这个节奏的转变其实也是蕴含了水龙吟的大结局的一个感觉。太有心了，太细腻了。大家如果真的看完了40集，就会觉得哇，原来如此，会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好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一个圆。是的。好的，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剧迷宝宝疑问的问题，罗老师都给了很好的回答和回应。我们呢，其实刚刚就提到了有很多热梗和出圈的这种名场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词条，想跟罗老师分享一下。这一条，水龙吟改名《封神榜》吧。这个我知道，就是说，水龙吟集集封神，然后一集比一集精彩，对，是吧？我觉得。说的没毛病，没毛病，对吧？没毛病，认同。那罗老师觉得就是，你觉得最封神的是哪个部分？其实我自己蛮喜欢那场戏的，就是在桃林当中，从普珠给唐丽词疗伤，然后再到小红找上门来，然后迟云、沈郎魂替唐丽词护法，然后再到最后唐丽词苏醒，然后去和小红打斗的这一段，我觉得那整场戏，包括最后西方逃来，然后程运袍救走唐丽词，整场戏的这种古早的这种江湖风以及现代的这种科技感融合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那一段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对，其实那一段在我心目当中应该能够算得上是 top 3级别的吧。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剧迷宝宝很喜欢的一段，包括那一段它的整个配乐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是唐丽词拿出笛子一开始噔噔噔噔，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一切都结合得很好。是的，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怀疑水龙吟有4个群聊，就是说。周游有自己的寝室文学，4个人有4个群聊，是，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也是认同的。对，然后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与自己的，怎么说呢？就是各种 CP 吧，对吧？各种 CP 当中的小秘密，然后就是分开，然后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对，就是各磕各的。对，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有一个群是没有唐丽词的因为他们说唐丽词你是后来的，这个群没有你，所以罗老师会不会好奇，没有唐丽词的那个群，他们究竟在聊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每天都在蛐唐丽词吧。对。然后就说这小怪物怎么地，这小怪物又怎么地，对吧？怎么还不会说话？你看这小怪物刚进师门才1个月
师兄还给他办满月酒，就大概就会是这种小蛐蛐。其实说是蛐蛐，但感觉还是很有爱的那种，就很生活。我们来看下一个，唐丽慈冒号一个猴一个拴法。也说得很准确。这个其实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找池云要喝茶的那一段，就是真的把他给拿捏了。是的，然后就是，略施小计，就让池云心甘情愿地去做唐丽慈希望他做的事情。对，然后包括对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拿捏的方式嘛。就是唐丽慈，这叫做对于人性的这个探查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对，就是总能够知道对方最底层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他才能拿捏住。有人说，就是唐丽慈说，小小人心拿捏拿捏住了，是的，稳稳的很安心。我们再看下一个，唐丽慈雾里闭麦。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应该是在就是那个银枫叶。第一集那段对吧？就是一片那个那个银杏叶，啪，然后撞在钟上，然后就雾里闭麦了。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第一集的，也算是一个非常名场面的地方吧，就是一下子就强调了唐丽慈这种武力值的 top 级别，对吧？对，然后就非常的有逼格，对，但是又是那么的轻描淡写。就是还是很震撼人心的，大家当时在看的时候，对，然后就感觉一下子就这个剧的这个调性就出来了，而且就会也会有一种那种很古早的武侠风的感觉，对吧？因为我感觉这种，落叶点钟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很早在武侠小说当中可以去找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水龙吟》就把它给实现出来了，还是蛮感慨的吧。很棒，就是古早那种武侠小说的具象化，我们看到了。对，是的。对，下一个是龙云熙能看见水位线的哭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吧，我觉得算是。这个就没什么好吹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展开说说，因为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大家一说哭戏就说泪如雨下，或者是那个眼泪不停的流，但是罗老师的哭戏完全不是，就粉丝宝宝用了一个词儿，叫悬停。悬停，就是说你的眼泪是可以悬停在那个位置。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在吹，对，没有什么悬停不悬停。这时候真的很震撼。我觉得都是有感而发吧，不是说你自己去设计成什么样，而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当下的情节以及人物的状态去走。只是粉丝他会去把这些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放大而已。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演员，这都是基本素养而已。这个真的是罗老师谦虚了，我们很感谢你，就是用心的演好每一场戏。谢谢，这是应该的。对，我觉得对于我演戏的话，就是说我不会去强调这场戏是否你一定要看见眼泪什么的，而是说你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否是真正符合这场戏的底层颜色的。对，他的这场戏究竟是激烈的，还是说是无奈的，还是说是释然的，还是说是一落千丈，一个你的信念崩塌的，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情绪，你一定是要有不一样的这种表现方式的，而不是说你先设计我这场戏一定要把它哭出来，或者说我眼泪一定要含在那里。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演戏的时候都是随心，也不能说随心，随心是指你要把这场戏吃透，然后根据这场戏的逻辑去随心，对，也不能完全的跑偏了，随心也不行，对，就还是得理解角色，理解剧本吧。真的就是聊起角色，罗老师本来就很有神的眼睛，更加有神了，我都不忍心打断，但是必须要打断一下，因为我们真的要再给大家送福利了。好，对，我们要再给大家送我们的这个第二波的福利了。那其实刚刚听罗老师讲了那么多水龙吟的一些名场面，那小兔你知道吗？其实我最近追水龙吟也追出了黑眼圈，是吧？而且我其实真的好想算工伤啊！先送福利，赶紧送福利，我比宝宝们还着急。好的，那其实大家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根本就是没有看够，恨不得就是想立刻马上无限次的来重温这些场面。我们给大家申请了什么？
我们其实今次呢，我们除了那个 SVIP 的年卡之外呢，我们还申请了一份性价比超级高，然后心意呢也非常足的一个专属宠粉的一个礼包，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芒果 TV 会员的月卡，加赠我们的一个撕拉片，再加赠我们的一个吧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宠粉礼盒呢？就首先呢，你买了这张月卡，那你就可以未来1个月的水溶银啊，不管是咱唐丽瓷的高光打戏啊，还是它这种细腻的一些情感戏，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想刷就刷，再也不用怕错过任何的细节了。那咱就是说，光刷剧怎么够呢？那肯定大家要有一份能够拿在自己手里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会加赠一张非常美的一个撕拉片，然后加一个吧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只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去限时加赠的这样一个实物福利。是的，其实我们现在链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想要的家人们就可以小冲一下了。对，而且小图，你有看到说这些吧唧的选图都非常的精美吗？那罗老师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些选图？对，其实罗老师刚刚也拿过这个，说这个很漂亮，对吧？闪闪发光的，所以我们链接准备好了，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宠粉的福利来的，对，因为我们有的宝宝可能希望就是未来每1年内每天都无限次的去刷，有的宝宝说我们在未来1个月内都刷，是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请罗老师第2次给我们发出上福袋的口令了。好，来3、2、1，上福袋。那我们上福袋的环节是不是我们要让罗老师再为我们现场做一个亲笔签名啊？好啊，我们请罗老师。我们现在也是签这个。对，还是签这个。好。那我再给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讲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抽奖规则。首先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关注。第二个呢，大家要记得在直播间里去下单我们的 SVIP 会员的年卡套餐。然后第3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左上角点击福袋，一会儿福袋中奖的小伙伴就可以拿到罗老师在现场的这个亲笔签名哦。我们已经签了2张了，有1张已经送出去了，还有1张究竟是谁能够拿到呢？对，好的。那我们中奖的小伙伴记得在24小时内一定要联系我们的客服去确认你的收货信息，我们到时这档现场的亲笔签名会送礼盒一起寄给你哦。是的，其实聊了这么多，我感觉接下来这个是 PD 给我们2个的福利，就是我们很想现场请给罗老师出一个小挑战，就是能不能挑战用3种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句台词？3种不同的情绪演绎同可以啊。情绪我们帮您想好了，然后台词您可以自己想一个自己喜欢的。我们情绪是冷漠、悲伤和开心。冷漠、悲伤以及开心。好，没问题。是我来念情绪，还是说您直接表演让大家猜？我先想想，大家能不能发个什么弹幕，看看你们想听什么词？可以，直播间的宝宝们可以把你们想要听罗老师演绎的这个台词。如果，或者就是说那句“我若不准，神也无能，鬼也无能”。这句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有我若不准，神也无能，鬼也无能。我唐丽瓷天下第一。我唐丽瓷天下第一。这一句就能表示出冷漠、悲伤。当堂啊，可以，我唐丽瓷天下第一，好吧？真的就是宠粉。好啊，冷漠就是冷漠。我唐丽瓷天下第一。好，然后悲伤。我唐丽瓷天下第一。然后开心就是我唐丽瓷天下第一。真的太厉害了！他每一个都用了这个壶，但是这个壶摆在不同的位置，就表达了不同的情绪。还有刚刚那个眉毛都在抖。真的太棒了，不愧是罗老师。好，我相信直播间的宝宝们刚刚也被这个表演感觉非常惊艳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想更多的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罗老师，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好，就是我们有10个有趣的 A、B 面快问快答，您只需要大声的、毫不犹豫的做出选择就可以，不需要解释。好嘞，那我们就来了啊。
演坏人还是演好人？好人。天界上班族还是魔界 CEO？魔界 CEO。虐心戏还是甜宠戏？虐心戏。是永远不脱发还是随时随地秒睡？不脱发吧。好，是高空跳楼机还是超恐密室单线任务？密室单线任务。因为是很爱推理、很爱迷踪的。对。是选超级合拍的朋友还是超级好说话的老板？朋友。选朋友。选朋友。夏天没有空调还是冬天没有暖气？这谁问的这个问题？夏天没有空调吧，没有暖气不行，怕冷。还怕冷。好，是超绝 J 人还是松弛 P 人？P 人。P 人。比较松弛，爱自由。刚刚也聊到过。火锅还是螺蛳粉？都要。我也想说，成年人不做这个选择。点赞还是收藏？点赞还是收藏？点了赞肯定就收藏了呗。我们选一键三连吧。对，一键三连啊。大家把我们这个心有灵犀直播间也给我们转发出去一下啊。是的，一键三连哦。是的。刚刚我们购买这个 SVIP 的宝宝们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芒果 TV 的 ap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灵犀值了。对，记得大家一定要到芒果 TV， 可以去搜索罗云熙，然后就会出现我们合伙人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界面。然后大家点击专属界面的话，可以点击助力把你的灵犀值投送出去。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单完1号链接去点击做一个投送哦。是的，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我们第3波超级福利了，它又来了，所以罗老师又可以给我们发出口令了，对吧？我感觉这真的是史上最幸福的双11了。对，那罗老师，我们要不再一起为大家送一个福袋出去，好不好？好，还是由您来发出一个这样的口令。好，那来吧，准备3、2、1，上福袋。大家一定要点击直播间关注，然后下单我们的1号的 SVIP 的年卡会员的套餐，然后稍后呢，您的左上角的话一定要去点击这个福袋。今天福袋中奖的小伙伴呢，就会获得我们罗老师在现场的亲笔签名。是的，没错。那要不我们再去签一个，好不？好，罗老师再签一个。还是签这张吧。签这张是吧？我再找过来，找一个，提前找过来。然后还是要在直播间罗老师签名的间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芒果 TV 的会员频道，然后点击我们合伙人的页面，去把咱获得的这个灵犀值去投送出去啊。是的。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我们所有下单177 SVIP 会员年卡的家人们都可以自动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的。赶紧参与起来哦。我们现在有抽到吗？好的，我看到已经直播间里很多小伙伴一直在刷抽奖的这个了，看到我们这个也已经中了。恭喜这个中奖的小伙伴，一定要后台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提供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哦。是的，刚刚其实直播一开始我就说过，咱们第3波福利过后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福利，就是一个圆梦的时刻。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呢，罗老师会完成大家的心愿，然后罗老师每完成一个心愿，我们就会送出一份心有灵犀的典藏礼盒。所以敲重点，宝宝们。现在可以编辑4个字“圆梦成功”，一定要记得“圆梦成功”，然后把它发到公屏上。我们一会儿就会通过这个来截屏，然后截屏的第1名必须是写的是“圆梦成功”的，就是我们的幸运儿了。好，圆梦成功。好的，圆梦成功哦。对，我看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投起来了，对，刷起来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圆梦成功的挑战。刷圆梦成功哈。是的，我们也请。不是我弱不准啊。圆梦成功啊。是的，我们请罗老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箱子里抽取一下。好的。看一下，这是我要完成的任务是吗？是的，要完成的大家的心愿。是在芒果 TV 会员官方账号翻牌。翻牌。我们准备好了这个我们的芒果 TV 会员的官方账号，您就可以在下面选一个您喜欢的评论，或者觉得有缘分的评论，可以翻他的牌子。
那就是我随便滑上去了之后，滑3秒之后，然后第6个吧。好吧，从上往下数的第6个，可能没有第6个，那就第3个。好，第3个。1、2、3。对，就它。就这个，哈哈，珍惜。哇，恭喜你哦，哈哈，珍惜。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云溪哥，你好，我是一名特别的，我是一名特人残疾人，啊。和唐丽慈一样被别人叫做怪物，但是唐丽慈给了我自信、勇气，我很谢谢你。他用了一个引号，应该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哀、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唐丽慈带给他勇气了。但其实我想告诉这位粉丝的是，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所以千万不要在意外界对你的异样的眼光，一定要从内而外的散发出那颗对自己生活的热爱以及尊重。只有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周围的人才会被你所感染。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称呼你，怪物还是什么 whatever。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你自己。希望你可以充满能量以及希望的美好的活下去。加油加油！太暖心了，真的。恭喜你，恭喜你。那我们就可以截屏了。对，好的。我们用这个来截屏。这个也是罗老师来解说，是按这个下音量键和这个加和这个关机键。这两，要不罗老师您说着我来解好不？来，3、2、1。好，那我们看一下，恭喜这个叫 E 的小伙伴中奖了，恭喜恭喜恭喜！可以联系我们同事，到时候我也会找我们的后台客服去联系到您。好的，我们请罗老师再抽一个。好，您抽了，我可以帮您快速的给他打开。请用方言说一句唐丽慈的口头禅或者是名台词。看到我要逃，看到我要逃。难道他没有告诉你，看到我要逃？懂得求饶是好事，懂得向唐丽慈求饶更是好事。太可爱了！看到我，难道他没有告诉你看到我要逃？对，四川话也是比较好懂。可以哈。那我们同样还可以再解一波。来，好，3、2、1。好，让我们恭喜这个MIYU666的一个小伙伴，你可以在后台私信联系到我。那刚刚那个中奖小伙伴已经后台私信给我了，那我们工作人员呢也将会48小时内回复大家，给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超级福利。好，再抽一个。对，我们一共是还剩2个，对，还有2波福利。好多小伙伴都是圆梦成功。请罗云熙翻答案之书提问3个问题。这个东西很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很准。上答案之书。谢谢。那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呢？问咱们芒果 TV 的会员会不会销量暴涨？哇，谢谢我们芒果 TV 会员合伙人罗云熙。看，这是什么答案？不要犹豫。哇！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冲就完事儿，真的，听我的，冲就完事儿。我汗毛都竖起来，是不是？我已经鸡皮疙瘩了。那还是问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的问题吧。太感谢了，真的。那就问，今年在年底之前，我能不能有演唱会？好不好？好。答案就在你家窗外。答案就在我家窗外。好，我回去把窗户打开看看，好吧？大家等我，到时候看完之后告诉你们。是不是说的咱们演唱会的置景可能跟窗子有关？已经开始想置景了。那有可能哦。好，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我帮唐丽慈问吧。唐丽慈，你在神州还有遗憾吗？好吧。走心了。这并不重要。就是说，唐丽慈这一生其实挺圆满的。
好感动，确实是，我觉得大家看完大结局之后，就是这5个字，这并不重要。对，哇，太准了，真的很准，像命中注定的一样，真的巨准无比。大家一定要看完之后，再反过来看今天的直播，这5个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真的，今天3个答案的含金量都在上升，真的很棒，每一个答案都很贴切。对，太棒了。对，再截一下，再给大家送。好的，那我们还是罗老师，3、2、1，来，您说。停。好。看一下，恭喜这个浮生若梦的小伙伴，您可以后台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48小时内核做一下您的信息。好的，我们还有2个，罗老师辛苦。好。这个是录制晚安铃声哦，录制晚安铃声，这个真的是大大的福利了。好了，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可以赶紧开始先录屏了。好，3、2、1，时间不早啦，晚安喽！明天又将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快睡吧。好，晚安。真的很棒，自己罗老师害羞了，太可爱了。好，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满意，打100分。最后一个，我们还好，那我们攒在一起吧，我们一会儿攒在2个一起跟大家抽。好，我们现在完成大家心愿，一会儿可以一起给大家抽2个。共创合影姿势。这个其实跟咱们刚刚说那个透卡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我比一个比心，然后粉丝就可以跟咱们共创，类似这种。好吧，我们可以想一个其他的。那就这样吧，我们拿一张吧唧，然后放在这里，然后哇，我看一下，哎，正吗？正的，就这样。2个人可以一起比心，然后中间是罗老师的吧唧。已经看到好多人在截图了，截了，截图了。谢谢罗老师。好，OK， 各位直播间的宝宝圆梦成功。那我们请罗老师帮我们再截2个。好的，来3、2、1。好，让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叫陆陆鱼。哎，可以后台也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那我们还有1轮，对不对？对。好的，那我们再来一次。来，罗老师您说。3、2、1。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幸运的小伙伴。叫66的云呀，你今天的幸运也很6，可以后台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恭喜大家！我们中奖的宝宝们，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隐藏的咱们的惊喜福利，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份由我们螺蛳粉为您精心创作的这个画作。哇哦！可以先哇，这是那种2维码式的，对，是那种它的。那种像素风的这种画，它的名字叫做“龙吟升起，江湖入梦”。龙吟升起，江湖入梦，哇，好好听的名字。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节。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如说最中间有一个狐狸，就是唐丽慈。唐丽慈的小狐狸的样子，然后有很多狐狸，你看这也是狐狸。对。然后这里有很多像素风的小人儿，都是唐丽慈的不同。对。不同的那个服装和造型是的，然后还有很多兔子，像素风的兔子就是粉丝们对，然后还有2个日期，这里有一个日期2025-102418点就是水龙吟开播的时间，好有心啊，是的，然后同时这边还有。这里有一个1227云溪出道日，对，真有心，谢谢大家，真的每一个，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罗老师跟螺蛳粉宝宝的双向奔赴，就是他们的每一个你都懂。谢谢大家，回去我就把它裱起来，放在家里。是的，谢谢。是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支持罗老师的螺蛳粉们，感谢大家。那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波福利啦，最后一波啦。好的，那我们就请
罗老师可以直接再抽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幸运儿，然后送出我们现场的亲笔签名照片。对，3、2、1上浮，来，还是罗老师来发起这个口令好不好？我们现场运营有没有准备好啦？好的，那我们就再上最后一个福袋喽。来，3、2、1上福袋。好的，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福袋中奖规则，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关注，然后下单我们的 SVIP 年卡会员套餐，以及赶紧点左上角参与我们的福袋。福袋中奖的这个小伙伴就可以参与，就可以获得罗老师现场的这个亲笔签名。哎，那罗老师，我们要不要最后再签一张？好，还是签这个吗？这里准备好了，对，海口人民选。好，大家一定要点击左上角福袋参与起来，然后中奖的这个小伙伴们就可以我们随那个 SVIP 的年卡套餐一起把这个签名照寄给大家。是的，同时也告诉大家，我们罗云熙的专属勋章已经上线了。现在打开芒果 TV 搜罗云熙勋章，进入活动页，连续签15天的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虚拟限定勋章，解锁独家早安视频，买 SVIP 年卡会员赠心有灵犀典藏礼盒，还有实体勋章的吧唧。我们罗老师主演的《水龙吟》正在芒果 TV 热播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支持，去芒果勋章馆互动，还可以解锁剧情勋章，赶快行动！我看刚刚已经有小伙伴已经 Q 中奖了，所以中奖的小伙伴赶紧后台联系我们的客服吧。恭喜恭喜！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芒果 TV， 成为芒果 TV 会员有146项权益可以享受，比如说去节目现场共创节目内容，还可以得到我们的定制周边等等。在这里，我们也祝福非常恭喜所有获得福利的朋友们。那最后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过，有一个面对面跟粉丝见面的，一会儿我跟罗老师会去到那边。那最后罗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今天一直蹲守在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说的？就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彼此守护，然后一起来芒果 TV 看水龙吟哦。是的，一定要支持在芒果 TV 播的《水龙吟》，也谢谢屏幕前的各位宝宝们的陪伴。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正在热播的《水龙吟》，也支持我们最好的罗云熙。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对，我们也感谢罗老师，感谢小兔，谢谢。感谢罗老师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快乐的瞬间。对，接下来我们要去跟来到我们心有灵犀见面会的会员朋友见面啦！我相信你们也在看，我们现在就去啦。好了，希望后续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罗老师，辛苦了，谢谢，拜拜各位。继续播是吧？好，对，我坐你的位置。小飞会继续陪伴大家。对，好的，拜拜。好，罗老师再见。拜拜。拜拜。唐玉慈天下第一。谢。